1962年的一个寒冷冬日，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前，凝视着窗外的雪景。这位风华正茂的总统拥有令人艳羡的一切：权力、财富、美貌的妻子、可爱的孩子，以及全世界的瞩目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肯尼迪正在与一个无形的敌人做斗争，他自己的欲望。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，肯尼迪的魅力无人能敌。然而，这位表面光鲜的政治明星，私生活却充满了放纵与沉溺。他与玛丽莲·梦露等多位女性的绯闻，他对止痛药的依赖，以及他对权力的无度追求，都在悄悄侵蚀着他的生命和政治生涯。肯尼迪的私人医生曾透露，总统几乎每天都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来缓解背痛和其他健康问题。这些药物不仅包括止痛药，还有安眠药、兴奋剂等多种药物的混合物。长期以来，他已经对这些药物产生了依赖，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药物可能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，尤其是在面对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时。肯尼迪的幕僚长肯尼斯·奥唐纳曾回忆说，总统先生有时会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情绪波动，判断力受到影响。在一些重要会议上，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注意力不集中，思维混乱。这种状态对于一个掌握着核按钮的世界领导人来说，无疑是极其危险的。然而，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，肯尼迪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放纵欲望的危险。他开始尝试减少药物的使用，寻求更健康的疼痛管理方法。他增加了游泳和其他物理治疗的频率，试图通过锻炼而非药物来缓解疼痛。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，一个人若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又怎能指望控制一个国家的命运？遗憾的是，肯尼迪的觉醒来得太晚。1963年11月22日，他在达拉斯遇刺身亡，年仅46岁。他的生命戛然而止，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遗憾和思考。如果他能早些认识到欲望的危害，如果他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放纵，历史会不会改写？肯尼迪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欲望本身并非罪恶，但无节制的放纵却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位高权重者，都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。欲望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极其复杂的词汇，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。从古希腊哲学家的沉思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，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自己的欲望和平共处。亚里士多德在《尼格马可伦理学》中提出了中庸之道的理念，认为美德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上。过度的放纵和极端的禁欲都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，真正的智慧在于找到适度的平衡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诱惑丛生的现代社会，控制欲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。我们被各种广告、社交媒体和消费主义文化所包围，时刻面临着放纵的诱惑。正如哲学家阿兰·德波顿所言，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，而是我们得到了太多我们以为想要的东西。一个人活得好不好，全在他的欲望里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核心真理：一个人如果能把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就会享受到欲望带来的快乐和成就。但若是欲望过剩，就会被欲望所吞噬，最终沦为欲望的奴隶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，假如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，逃避痛苦，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正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超越本能的驱使，通过理性和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当我们放弃这种控制，任由欲望主宰我们的生活时，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。
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，处处藏匿着充满诱惑的陷阱。放纵太过容易，一个不小心，我们就可能坠落到欲望的深渊里，难以自拔。正如法国作家莫泊桑所说，欲望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走得越远，迷失得越深。人到中年，尤其需要学会禁欲。所谓禁欲，并非要断情绝爱，变得麻木不仁，而是要懂得知足和适当的克制，掌握好自己的欲望，让人生由自己掌控，而不是被欲望所支配。这种克制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和幸福，更关乎家庭的和谐与事业的成功。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·巴菲特的生活方式就是克制欲望的典范。作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，巴菲特本可以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，但他却选择了简朴和克制。他至今仍住在1958年购买的普通住宅里，开着普通的汽车，吃着简单的食物。他曾说过，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你就无法控制你的财富。正是这种对欲望的克制，让巴菲特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眼光，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沉溺于欲望的人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好莱坞明星查理·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《好汉2个半》的主演，辛曾经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和财富。然而，他对毒品、酒精和性的沉溺，最终导致了他的事业崩溃和健康问题。2011年，他因为不当言行被剧组解雇，失去了每集高达180万美元的片酬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在2015年公开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，这与他放纵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。辛的悲剧不是孤立，历史上有太多因为无法控制欲望而毁掉自己的例子。古罗马皇帝尼禄沉迷于奢华和享乐，最终导致帝国衰落。英国国王亨利8世因为对权力和女色的贪婪，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，改变了英国的宗教和历史进程。现代社会中，无数普通人因为无法控制购物、赌博、酗酒等欲望，陷入债务和家庭危机。中年人的油腻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欲望的放纵。当我们放任自己沉溺于各种即时满足的快感中，不再追求自我提升和精神成长时，我们就开始变得油腻。这种油腻不仅表现在外表上的邋遢和肥胖，更体现在精神上的懒惰和空虚。曾经因综艺《追光吧哥哥》的热播，中年油腻的话题被推上了热搜。网友们总结出了中年油腻的3大特征：形象油腻、大腹便便、不修边幅；言语油腻，爱耍嘴皮子，喜欢讲荤段子；行为油腻，好为人师，爱说教，喜欢不懂装懂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对中年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，但深入思考，我们会发现，油腻与年龄无关，而与一个人对欲望的态度密切相关。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，嘴上说要戒掉熬夜，可睡前却又忍不住拿起手机，每晚都抱着悔恨的心情入睡，第二天却又重蹈覆辙，嘴上说着身体最重要，可朋友一邀约就忍不住大吃大喝，把养生健身都抛诸脑后，常高呼着要活到老学到老，但还是大把的时间都耗在了电子屏幕上。这些人无论年龄大小，都陷入了欲望的囚笼，无法自拔。克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，人生就像是一段不断打脸的旅程。油腻从不是因为年纪渐长，而是因为对欲望的放纵和对自我的妥协。那些虚度的光阴、放纵的痕迹，才让人变成了所谓的油腻中年。正如作家村上春树所说，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当我们放弃对自我的要求和提升，任由欲望主宰我们的生活时，我们就开始辜负自己的生命。
相反，那些能够控制欲望的人，往往能够保持年轻和活力，无论年龄多大。中国演员胡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他50岁的消息上了热搜时，照片中的他风采依旧，穿上了20年前定制的西装，依旧合体。网友惊呼岁月无痕，年纪非但没有让他变得油腻，反倒是更添了成熟的魅力。胡兵的秘诀并不神秘，就是对欲望的控制和对自律的坚持。他在采访中透露，不管拍戏到多晚，都会坚持健身，就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健身房，也要在地上做上几百个俯卧撑。他本身是易胖体质，但从不放纵自己胡吃海塞，多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规律的饮食习惯。这让人想起一句扎心的话：人到中年，你的形象基本就靠自律来支撑了。岁月从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，你有多自律，就有多少魅力。人到中年，能够抵御住油腻的，唯有禁欲和自律。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经说过，欲望本身不是罪恶，凭借欲望无节制的为所欲为才是罪恶。这句话道出了欲望的双面性。适度的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，但无节制的欲望却可能导致灾难。小杜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，为人亲和，同事和客户都很喜欢她。她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唯独喜欢网购。起初只是买些日常用品，可是后来每天都有7、8个包裹，不是因为需要而买，而是购物上瘾。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他也几次3番卸载了购物软件，但隔天却又忍不住再装了回去。他的工资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购物欲望，信用卡账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为了还款，他挪用了客户的保费，可没多久就被公司发现了，不仅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，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走投无路的梅梅只能向父母求助，家中本就不宽裕，父母为了给她还债，四处求人。母亲更是因为操劳过度而进了医院。放纵一时爽，事后火葬场，梅梅不只丢了工作，也让年迈的父母伤透了心，连累家中也背上了债务。纵欲的可怕在于，它总是能粉饰表面的太平，不会让人感受到危机的来临，但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大厦就会顷刻间崩塌。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说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你熬过的夜，借过的款都被记录在册，你所有放纵过的欲望最终都要由你自己买单。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里，太多人习惯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却忽视了这种放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。南京的58岁女子因暴饮暴食，导致胃壁破损，最后切除了全胃。四川的王某因妻子沉迷网购，欠下巨款，试图轻生。武汉41岁的宋某因熬夜玩手机，险遭夺命。近年来这类的新闻屡见不鲜，每一个案例都在警示我们欲望失控的危险。然而，控制欲望并非易事，尤其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。美国心理学家罗伊·鲍麦斯特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，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，会因为过度使用而疲劳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一天的结束时更容易屈服于诱惑。我们的意志力已经被白天的各种决策和自控消耗殆尽。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损耗 （ego depletion）。了解这一点对于控制欲望至关重要，因为它提醒我们需要策略性地管理我们的意志力资源，例如避免在疲惫时做重要决定，或者通过建立习惯和环境调整来减少对意志力的依赖。心理学家凯利·麦格尼格尔在他的著作《自控力》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：真正的自控不是与欲望做斗争，而是理解欲望背后的需求。
并找到更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。例如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晚上忍不住吃零食，可能不是因为你缺乏意志力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能量，或者你在寻求情感上的安慰。识别这些真正的需求，然后找到更健康的方式来满足它们，比单纯的依靠意志力更有效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自我同情 （self-compassion） 对于控制欲望也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对自己的失败持批判态度时，我们更容易陷入什么都无所谓了的心态，进一步放纵自己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够以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失败，我们更有可能从挫折中恢复并继续努力控制欲望。人生的下半场，越克制越高级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生活哲学。当我们年轻时，可能更注重体验和尝试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应该逐渐学会更加理性和克制，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章子怡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问她关于之前那个泡面只吃4口的热搜，这样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出人意料的是，章子怡回答说能吃到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。这种知足和克制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，因为懂得知足，才更容易收获幸福。正因为懂得克制，才不会让人失去控制。那些活到极致的人，靠的都是克制。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所说，真正的富有不在于拥有的多，而在于需求的少。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时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2中，何炅透露，他在疫情期间每天都把自己安排得很忙，学做菜、健身、看书、画画，甚至还学会了5种乐器。疫情期间，无数人闲得发慌，可何炅却活成了一束光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正是源于他对懒惰和放纵的克制，对自我提升的追求。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由自己走出，岁月会铭记你所有的付出和努力，也不会忘记你的每一次懈怠和纵欲。戒掉那些短期的快感，学会延迟满足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才能在未来的某天里活出光芒万丈。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·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是研究延迟满足能力的经典案例。在这个实验中，研究人员给每个孩子1颗棉花糖，并告诉他们，如果能够等待15分钟不吃，就可以得到第2颗。结果发现，那些能够等待的孩子，在后来的学业和事业上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。这个实验告诉我们，延迟满足的能力是成功的重要预测因素。延迟满足不仅适用于儿童，对成年人同样重要。在这个及时满足的时代，我们越来越不习惯等待，越来越追求及时的快感。然而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时间和耐心。无论是事业的成功、健康的身体，还是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坚持，而不是短期的放纵和满足。人到中年，有时候日子真的很难，举目四望，周遭都是要依靠你的人，而你却无枝可依，肩上是如山的重担，有太多的情绪无处安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放纵欲望似乎是一种逃避和解脱的方式。然而，这种短暂的解脱往往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和压力。请一定别放纵欲望，一步踏错，终身错。那些如饮鸩止渴般的短期快感，只会让你的人生难以收场。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年少时的轻狂，中年人的勇敢是把责任扛在肩上，因为克制的背后是当断则断的智慧，是对家庭的责任感，更是一种严于律己的格局观。人生的下半场，你对欲望的分层感，关乎着你生活的质感。禁欲是中年人最顶级的性感，
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矛盾，但细想却蕴含深意。在一个崇尚年轻和外表的社会，中年人的魅力不再来自于青春的容颜，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气质和修养。而这种气质和修养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欲望的控制和对自我的要求。法国作家加缪曾说，在40岁以前，我们塑造自己的面容；40岁以后，我们的面容塑造我们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年轻时，我们的外表可能更多地受到先天条件的影响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内在品质和生活习惯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我们的外表上。那些能够控制欲望、保持自律的人，往往能够在中年甚至老年时期保持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吸引力。这种魅力不仅体现在外表上，更体现在言行举止和处事态度上。一个能够控制欲望的人，往往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，不会被情绪和冲动所左右。这种沉稳和自信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正如美国作家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所说，自制是一种力量，它使人能够等待奖赏，并为之付出代价。人在世上走，谁都会有欲望，可欲望像是把双刃剑，用对了能助你一臂之力，用错了也能把你送入地狱。唯有掌控住欲望，才能掌控住人生。禁欲才是中年人最顶级的性感。不纵口腹之欲，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；不纵懒惰之欲，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；不纵权色之欲，才能让家庭事业顺遂如意。很喜欢那句话，活到极致是克制，所谓的最好不过是刚刚好。余生愿你我都能懂得克制，活出极致，管理好自己的欲望，把日子过得更有质感。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故事。松下幸之助是松下电器（现在的松下公司）的创始人，被誉为经营之神。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，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开始工作，却最终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帝国。松下幸之助的成功有很多因素，但他对欲望的控制和对自律的坚持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即使在成为亿万富翁后，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。他每天早起，过着规律的生活，从不奢侈浪费。他曾经说过，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欲望。控制欲望，才能真正掌控人生。松下幸之助不仅在个人生活中践行克制，在企业经营中也坚持这一理念。他提出了著名的水稻哲学，认为企业应该像自来水一样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，而不是追求暴利。这种克制和长远眼光，使松下电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。松下幸之助活到了94岁高龄，直到晚年仍然思维敏捷，精力充沛。他的长寿和健康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欲望的控制和对生活的规律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克制不仅能带来成功和健康，还能带来长久的幸福和满足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，学会控制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我们被各种广告、社交媒体和消费主义文化所包围，时刻面临着放纵的诱惑。然而，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，不是拥有的太少，而是欲望的太多，才是不幸福的根源。控制欲望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欲望或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相反，它是关于找到一种平衡，一种能够让我们既享受生活的乐趣，又不被欲望所控制的平衡。这种平衡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，需要我们能够区分真正的需要和短暂的冲动，需要我们有勇气说不，有耐心等待，有智慧选择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，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
我们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欲望和行为，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，什么是可以舍弃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，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老子曾说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真正的智慧和力量不在于征服外部世界，而在于认识和掌控自己的内心。当我们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和冲动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定力时，我们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意义，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生活中最大的自由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